好，台北市市党部的主委黄吕锦如呢，等5个人被起诉啊。那今天下午大概5点啊，这个法院要开会了啊，就开这个合议庭呢，要这个看看到底要不要延押啊。像柯文哲就是起诉还继续压啊，不表示起诉一定放你啊哦。那起诉还要有可能延押，不过他们的案子比较小了哈，而且也没有什么，都已经招了，该招的都招，也没有什么证人不在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道理要继续压了哈。不过还要看他们这个庭讯要讨论多久哈？好吧，那现在呢说国民党罢吴沛忆跟吴思瑶90%是假的，什么意思哈？不是说那个名单是假的，是说他们抄党员名单哦，理论上讲。你应该给多一点时间去请党员来签嘛？那党部一定认为说党员嘛，就是我的党员，是我最始终的，对不对？他本来就应该支持我们党的政策哦。但是再怎么样，应该让党员去签，他没有让党员签，他就把党员名单拿来抄哦。那所以呢，这个那急什么呢？其实没有那么急啊，因为2月20号新法才生效啊。他们是怕新法，因为新法是国民党提的，就是要验身份证啊等等。那因为那个中选会的主委李金勇就说，只要是在新法公布之前，只要交上来合格的，以后都按照新法，这其实是不通的啦。哦，你什么时候就按照一个阶段嘛？第一阶段按新法，第二阶段就按这个第一阶段按旧法，第二阶段就按新法嘛。他说只要第一阶段按旧法，2、3阶段都按旧法，所以这下因为民进党很早就发起罢免，所以呢，民进党开始就在那边联署，都搞很久了。国民党原来都觉得说。第一个要冷处理，因为觉得何必热战呢？第二个呢，不急嘛。等到发觉民进党这边联署如火如荼，国民党才急了。急了以后呢，要赶快交名单了。但是交名单也没有那么急，可以到2月20嘛。他们又急着说在2月初，大概5号还是3号、4号、5号就名单要交出来。好了，这一来你时间来不及嘛，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抄党员名册，大概。可能我判断这个情况了哈，那你说抄党员名册是不是一定有问题呢？当然是不对，因为要人家去联署嘛，对不对？但是呢，国民党一定想法说，第一个以前也是抄啊，以前基本上也有抄的，那抄就把它打掉以后重新来过，只要有死人什么部队就重新来补，因为它有补件的时间。那没想到人家现在作风改变了，对不对？你抄就是不行，哦，就说你是伪造文书，甚至呢这个泄露个资，大概现在跟以前的情况。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啊，那好吧，那现在呢，这个他们5个人被起诉，那中正和李孝良没起诉，因为说李孝良完全不知道这事情啊，说呢这个今天要移审在押的3个人，有3个人押嘛，还没有放啊，要移审看看法院放不放人啊。那这3个人呢，这个北检侦结说要求处重刑，他们大概一个是伪造文书，一个就是个资哦。那伪造文书要注意哦，我很早在本节目讲过，刑法是规定说，你伪造文书以后，这个足以生损害于他人或公众，那他没有生损害于谁啊？他们生损害于谁了？没有成立这个案子嘛，所以对没有人受到伤害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到法院去，你依法论法的时候，他是算不算伪造文书？有没有生损害？没有生损害啊。所以今天有媒体说李进勇当时不是也被伪造文书被起诉还是被告还是怎样？然后呢，他没罪的原因就是他没有生损害给谁嘛？他没有生损害，反而是绿营罢蓝的，如果有伪造文书有假的，但是有生损害的，不叶元之就成立了，就生损害于他的确受到损害啊，而且要办3阶投票，但是呢，蓝怕绿没有一个成啊，没有一个成没有生损害谁，所以公众有受到损害吗？这损害要实质利益的损害啊，不是你说哎我精神上都不是哦，实质你到底有没有受损害？哦，所以呢，将来到法院去哦，这个东西还有得扯了哦。但是我其实不满的是说，就算抄党员名册，怎么死人也抄进去了？你党跟党员之间要联系的嘛，你任何社团要联络嘛。假如你今天有一个社团里面有人死了2、3年你都不知道啊，你平常都不联络的啊，以为只要1个月办个庆生会就算了，这人在哪里也不知道啊。这个叫什么组织呢？有什么革命情感呢？完全不知道哦。所以抄就表示国民党的基层党务做得太烂了，根本没有联络，
根本在那虚应故事，平常根本就没有跟党员联络。那你到关键时刻你叫他动员，他怎么会给你动员呢？他为什么要动员？你跟他根本没感情啊，也没有联络啊。好吧，这个说证据名单来源曝光，所以呢，北检列了10个问答反正根据吴佩的部分跟吴思耀的部分1、2、3、4、5、6，反正就你问他答了，他自己在模拟问答了哈。那今天另外一个消息出来，我觉得不可思议，说是呢，为什么他们要快呢？是为了怕钟小平。哎，钟小平何德何能，让他们怕成这个样子说怕，因为钟小平说已经联署好了联署好了以后呢，他们有消息说今天钟小平会递件，所以他们就连夜派人就排队抢在钟小平前面的递件，不让钟小平递件，怕这个风头给钟小平抢。哎，罢免都还没成，就是担心谁出头谁不出头真的是这个奇气小灾好吧，那这个是要赌钟小平，所以呢，因为黄旅好像跟钟小平呢，反正就不爽了，很久了，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所以就要抢罢免主导权所以积极的把这个剑赶快送进去。那钟小平现在当然。后悔当初我应该坚持要送件。为什么？因为一阶的送件不限一个人，大家都可以送，10个送也都可以然后到时候再看怎么会诊并不是说你送了我就不能送。所以钟小平后悔，听说当时有人劝他了，劝钟小平说：“哎，算了，你就不要去抢出头啦好了，这个钟小平现在说检方可恶这样这个乱起诉黄旅。所以他要放下恩怨，声援黄旅锦如那另外呢，赖以任是被起诉的这些什么召集人发起人里面的唯一被起诉叫赖以任。他说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说他其实也没去抄名单，也不是他的把他给起诉了那李夏他为什么没起诉呢？说因为呢，人家在抄名单的时候，他在抽烟，也没帮忙所以呢就逃过一劫今天。讲4点听说5点5点才开羁押庭现在还没有开了黄旅锦如说我是无给职我没拿钱，他不但是无给职，钱很多都是他出的，台北市市党部很多的钱他出的。我记得有一次办一个活动，他就跟我讲这个活动花了300万都是我出的他真的是出钱出力了那所以呢基本上呢很多细节他说他年纪也大了也忘了那另外呢，到现在为止国民党的8个县市被搜索，有的党部，有的政府，13个人被起诉传了大概有200个人，大概有这么多的人了来，佩君怎么看？违法就办但是司法并不是在写小说，其实并不存在推论空间，不可以含糊其辞北检在通知询问部分的这个不合格提议人之后，因为这些人说是被冒名，所以检方就据此认定罢5联署名册当中，只要有跟党员的名册重复，或者跟第10届立法委员吴思瑶罢免联署名册中姓名相符的，他把它全部列为伪造文书跟冒用个资，并且据此起诉那依法当然我非常同意，联署书就应该是联署人自己亲笔去写，但要快速的完成这个联署书件的节奏，街头摆摊是一个方法，但是联系党员，正是属性相同的党员，就是赵大哥刚刚说的，或者其他的后援会会员进行征求，本来它是一个平行可以同步去推进的可行策略。但目前大家知道嘛，因为这个伪造文书的罪名构成要件不是在件数，而是在这个伪造跟变造私文书，损害公众或者是个人。那个资法的话是在非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的利用，除第6条第1项规定之外，必须要以搜集的特定目的为必要的范围为之。那升级就是损及他人的这个权益的程度轻重，那当然就是最后量刑的轻重的问题。但我要回来讲这份起诉书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留白之处。我看了66页的那一个版本，看完之后我觉得非常有柯文哲案的既视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其中提到不详方式取得名册，不详志工抄写名册。司法不是写小说没有这种我告诉你一些字，然后你自己去意会，我不一定完全言传，但是你自己去意会、去领会的这种推论空间。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到后来审理的时候，恐怕还会有很大的变数。那这个检方起诉的写的这一份，这么2个月过去，
交出来的这份起诉书里面的用字这么多的不详，我等一下世轩可以讲啊。看看让你们有没有想到当时的柯文哲那一份起诉书。第二是看到检方现在对国民党联署问题的起诉查办跟论罪逻辑之后，同样的标准，我希望这个检调也会对同样有死亡联署、同样被选委会移送法办的很多的罢蓝委的案子联署案，看看事后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规格、同样的力道去侦办。我们的立场不变哦，任何踩到法律红线的都应该面对相关的司法责任。但是，是不是小案大办，是不是对蓝绿有不同的轻重办案标准、跟速度，还有力道？我觉得这都是应该要经得起社会检验的。有没？哎呀，一个检察官哦，写一个起诉书呢，可以说不详不详哦。难怪那个赖以任会说，你起诉我呢，都是因为不详的人哦。那这简直是莫名其妙。这个就跟柯文哲的那个案子，为什么当时大家觉得群情哗然？因为呢，他说他不知何日，也不知何地，也不知何人交付了那个他认为的汇款，莫名其妙嘛。那这里头唯一雷同的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出自北检，都是台北地检署，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说哈，我经常看到这个检察官，我都很想问一句话说，你们检察官难道没有觉得这样办案出来很丢人现眼吗？对不对？可是他们照样做啊，对不对？然后你几个相关的人还可以照样爆红啊，他们还可以去选这个主任检察官啊，这个在选举排名还可以名列前茅啊。所以今天我觉得，当司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哦，令人觉得很心寒。那反过来讲，刚才主持人赵先有讲说啊，国民党发动很慢呐，然后民进党发动很早啊。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的选罢法的规定是，立法委员做满1年，你才可以发动罢免他。那开玩笑，2月1号才期满1年，那民进党就可以在2月4、5号哇提出了那么多联署书，他们甚至送中选会的联署书还有日期写错的，写到前1年去的联署日期，中选会都没有事，检察官都不用动，那你这个是不是伪造文书？因为根据选罢法来讲，这个立法委员还没有做满1年，你根本不可以发动罢免啊。那国民党为什么会慢？因为国民党在那个部分的时候很守法啊。那到后来匆匆忙忙的，当然现在里面我觉得这个起诉书有没有让大家觉得情况更明朗呢？我觉得感觉这个情况更模糊了。那你这个不详志工，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不详的这个说法，然后呢，甚至可以去讲说那个什么李孝亮，因为他去抽烟都没有抄，那是谁讲他去抽烟没有抄？他那个有名有姓要讲出来啊。那这些都是不详人所提供的资料，那这个如何取信于人呢？接下来再回来。好，那么台北市国民党主委黄吕锦如等5个人被起诉了哈。那到底该不该到底司法有没有滥用到底为什么会这个变成这样子而且不止台北市，好几个党部其实都有了哈。来，暐瀚。后面还会有嘉义、基隆、新北、台中，还有5个，还有宜兰，还有5个国民党的地方党部，现在目前被来侦办当中。因为这是第2个台南之后的第2个国民党市党部的干部。台南市的市党部是副主委被起诉，而且台北市黄立准被起诉。那刚前面我们讨论很多了包含以往是怎么样，或是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党员其实只要叫来他们就会写。我相信国民党尤其是黄国昌党部的党员，如果叫来了，那党部的希望他写，他会写的几率非常高。可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出自于现在检方所调查，就是他拿到名册以后，因为时间很赶，要怕钟巧萍送件，所以就直接拿名册去抄了。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全部都是？因为现在目前北检列出来的列表，94%、96%都是不合格。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点，因为后续要攻防，检方是起诉，有没有罪还不知道。可是呢，有18个人是缓起诉，这里面包含了满志刚、刘思颖他们在检方在调查的时候，他们的说法
是对这5个目前被起诉的黄立群等5人是不利的嘛？他们的说法就是名册来了以后，大家在那边写，然后里面还有这个起诉书当中还写到说，这个比较年长的志工还眼睛他都不舒服了，还互相点眼药水，所以就是说这18个还起诉的人，他们的说辞对这5个被起诉的人非常不利啦。就说他们真的就是拿了名册在写。如果今天是啊，为什么像张思刚他没有事？张思刚把以前吴思瑶那一份名单，我也问了张思刚本人嘛，他这次完全没有起诉哦，也不是还起诉，因为他把名单交给了这个罢团之后，他并没有叫罢团的人去抄写啊。那你也可以拿着名单以后，一个个打电话讲说，我是这个罢免吴思瑶团体的，赶快请你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或是我去找你，你写了，只要有亲自誊写就不会有问题。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在于就是。可能黄立群如主委，或者说相关的是这些整个罢团人很急，那他们便宜行事，没有想到这个动作不能做。或许说以前可能在公投啊，或者是在联署过程当中，觉得这样子是可以的。可是现在目前就是这一次的状况，跟另外几个国民党立委被罢免的公民团体一相比之下的时候，它的错假率差太多。那显然公民团体确实很认真地在路边联署，那这个就会造成落差。我是觉得啦因为刚刚其实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新法的选罢法去年12月20号通过的。因为它送件比较晚，所以它最后生效是在2月18。现在目前案子都不适用新法。新法翁小玲委员出来跟大家讲，只要是抄写就是5年以下。现在用的不是这个新法，而是所谓伪造私文书使人损害5年以下。那你后续在这个司法公判当中去论述说，后来因为没有成案嘛，所以并没有造成损害，可能可以争取轻罪。可是我觉得国民党还是要跟社会大众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只是台南、台北，可能还有其他地方，都想说用抄的就好了，这一点其实要跟社会说明，能够争取比较多的支持啦。好，亮君。我觉得在这个起诉书里面我大概看到几个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这些国民党这个市党部的这些志工，然后那因为也看到里面很多志工说，那他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来帮助这一次的罢免行动。那当然这些国民党市党部的干部有这样子的指示，让他们就来抄写。那我觉得其实在起诉书看了我当然觉得这个违法的事情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我同时也觉得为这些志工也觉得是蛮心痛的啦。就是说，我相信这个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他们一定也很希望他们罢免民进党的立委可以成功。这我想在每一个政党自己的支持者都会希望自己这一方所发动这样子的公民行动或罢免行动能够成功。所以我相信国民党的支持者跟志工也是如此。可是却因为这些干部，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样子的指示，要求他们去抄写这些党员名册，然后这些的提议书并不是真实由这些提议人来去填写，而是叫志工来抄写的话，那确实他就会触犯相关的法令啊。那也看到说，当然检察官有针对这个每一个人到底在这个事件里面他知不知情，或是他是不是主动，或是他是受到指示来去做抄写，也分别做出了起诉不起起诉还起诉不起诉相关的处分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一次的这个罢免行动里面啦除了当然大家就会讲说，现在国民党在罢免立委的部分现在看起来是挂单，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也应该要对自己的支持者，我觉得或者是对这些志工，我觉得应该要做出一个非常沉痛的反省因为我觉得这些志工真的，我相信他们都很愿意、很希望能够推动罢免成功。如果真的要摆摊，我相信这些志工朋友也会很愿意出来。可是最后却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收场，我觉得也是伤透了支持者的心啊。志权，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当然是希望不要有2套标准。其实，当然你说抄名册就绝对是不对的事情。可是过去罢韩也出现过最后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就剔除有问题的剔除。那现在国民党面临到的状况是像抄家灭祖似的，全台各地方党部，刚刚伟汉哥也提到，后面还有这么多的市党部，紧接着要继续这样子起诉书应该会陆续出来。那这个起诉出来的内容，其实我没有实际看完全部，但是就有一些不详等等这样的字眼出现，我觉得是既视感非常重。因为过去在柯文哲主席的案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出现什么某时某地某人等等，所以刚刚为什么这个佩君提到说我应该既视感重，当然很重。过去半年你们刚刚讲的所有的话都是我们在讲的，只是过去在讲的时候没有办法造成大的共鸣。那今天不太一样的是，国民党也碰到这样的状况了，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去检讨的是说，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司法会给人觉得会有2套标准？理论上不应该理论上应该是有问题就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也不应该是会让人民觉得说这是有2套标准的方式。那我还是要这个帮
我虽然不认识黄旅主委，但我希望帮他讲个话。我其实不太认为有可能是怕钟小平先送件，我认为他可能比较怕的是钟小平搞砸。上一次林昶佐在中正万华的时候，不就是因为出现多头马车吗？所以搞到后面，其实林昶佐的罢免是有可能会过的，结果是这个没有过的状况发生。所以我觉得他当然钟小平议员他也刚刚在节目受访出来讲说，这个他愿意放下恩怨啊等等。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我个人是完全不买单，也不相信。过去他不管在节目上讲说什么，可能收3、4亿啦，1500万比特币啦，100颗比特币等等这些言论，他也是因为凯道的活动道歉啊，结果发生什么事？晚上隔天接着继续上媒体继续造谣，所以我只认为说，当然有问题就是去面对了。那希望司法可以秉公处理。赖元之，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办蓝如果要办蓝也要办绿啦，因为今天有消息指出，就是新竹双罢，就罢郑正乾跟高虹安的各自有1万份的，也是无效的，里面也有死亡连署或者是伪造的，那也可以去查查看啊。如果1万份这个比例是非常高，那我相信一定有问题嘛，那就办嘛。然后再来就是中选会也不要老是就是针对这个罢绿的哈，也罢蓝的部分也。就说也不要老是护航啊，因为我就记得那时候为什么罢吴思瑶的会出现状况，就是因为他们要更改那个领衔人的过程当中，送了件之后，中选会就说你只能送1次件，然后不能补件。那个时候那个也超译了啦哈，因为法律是规定说你只能换1次领衔人，不是说你只能送1次件。但是因为中选会这样子直接认定了，所以罢吴要换领衔人就换不成了。那换不成之后，果然最后虽然到了那个联署的份数，可是就是因为没有领衔人，所以没办法送件。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在那边呼吁啦，就是罢蓝那些罢团们哦，既然大家可能都要进入到第3阶，很多到31个到第3阶段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再一直靠造谣、抹黑、乱攻击的方式，然后去推动这个罢免。像之前那个徐小新在看板的事情，明明就是徐小新广告公司有跟那个住户有签约，然后看板挂得好好，是罢团找的广告公司没有跟那个住户签约，结果罢团第一时间看板被覆盖之后，可以直接骂徐小新，说徐小新你们挂错了啦，啊你不要假装你不知道啦，你一定都知道，乱骂一通。我当然知道说那个罢团可能是不是罢团个人的问题，是他广告公司的问题，但是在没有求证的情况之下，先骂徐小新再说，然后徐小新很合理的使用看板，然后被骂说大立委欺凌罢团。我觉得像这种碰瓷的行为少一点，然后接下来也不要搞一些造谣抹黑，你们就是让大家这样子去罢，但是也不要做一些造谣这种违法的事情啊。我相信了哈，今天如果我参加一个政党做党员哦，党部来找我叫我签，我一定会签的。那否则他当党员干嘛？对不对？那只是呢时间，其实关键就在一个时间。就开始的时候，民进党就很积极。柯建铭不是说在去年1月13号选完，1月15号就开始来发动了，所以呢，人家已经搞了1年了。那国民党基本上认为说，这个时间没到嘛，等到呢，国民党又提了一个新的法律案出来，那又变成说刑责又加重了，然后呢又要附身份证影本，所以看到民进党哇都签出来了，国民党就很急。其实你真的下苦功夫。要基层党工一个一个去找这些党员，他们会签的，80%、90%都会签的啦。你在外面再吆喝一些其他的选民就够了嘛。所以呢，问题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想过，因为以前都可以嘛，以前这个没罪啊。韩国瑜被罢免市长，韩国瑜当选的第2天，我们看那个他们去告嘛，检察官那个起诉书，90几个死亡联署。50几个是伪造文书，然后呢，2万多个是韩国瑜当选的第2天，联署日期是当选的第2天，1年以后怎么当选第2天就罢免了？但检察官说没关系啊，检察官说第一个联署人怎么知道到底谁真假，谁死没死啊？等等，反正就搞了半天，通通不起诉。所以国民党他觉得你以前都可以这样，那我就先这样啊，反正急救章啊，便宜行事啊，然后呢，到时候被中选会剔掉。我再来补啊，就是啦，类似这样，那问题就是说，以前可以做的，现在不可以做。以前他不找你麻烦，现在找你麻烦嘛。现在情况就变成这样。我觉得，哎呀，既往已过去就过去了。本来你要罢民的也罢不了几个啦，是人家要罢你，不是你罢人。罢人只是说，哎呦，你罢我这个输人不输阵，我也尝试几个罢看。
这个对他们来讲最重要就是你要怎么罢免那天。现在6月20号会公布哪一天罢免了？6月20号，公布以后呢，那基本上就是动员嘛。现在就比动员力啊。之前做的民调，我们看各种民调，反对罢免的都比支持罢免多。但你在问说你会不会去投票？支持罢免、愿意罢免投票率比较高，反对罢免投票率比较低。这有2种状况，一种是说我因为反对罢免，我干嘛去投票呢？我不去投就支持你了，不去投就等于是支持这个反罢了。但是这次情况不同，你不去投，你就等于支持罢免，因为你不去嘛。那因为罢免是一种仇恨动员，所以呢，愿意去投恨你的都会去。举例来讲，我12万票当选，你10万票落选，你的支持都很气嘛，所以呢，你们就发动来罢免我嘛。那你10万个你不会当选，你罢免你8万就可以把我罢免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动力就很大，这是一种仇恨动员。那当时12万票投给我的，想说我干嘛去投票呢？对，我不一定要去投啊，等等。好了，那如果说人家8万来投你，来罢免你，你原来12万票只有7万来支持你，你就被罢掉，就道理这么简单。将来的投票的结果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投票率。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整个赖清德本来说明天上午要办这个国安简报了啊。那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国民党有提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东西民进党开始的时候也讲不清楚。那个潘孟安只是打电话给民众党秘书长，打给国民党秘书长就说呢赖清德呢演讲的时候说要给你们做这个国安简报，那就下礼拜3。那当时他们就讲说时间很紧啊，扣掉礼拜5，扣掉6日。对不对？这个扣掉礼拜4，然后礼拜5、1、2，一共只有3个工作天嘛。那我们总要准备一下，讨论一下，都要问什么问题啊？等等，时间给这么紧啊！而且当时我也提出来，我说那赖清德是什么意思？他到底参不参加呢？是国安会秘书长来做简报呢？国安会秘书长躲起来了，国安秘书长现在牵涉到这个共谍案，他的助理，所以他来做简报吗？不是也很反讽吗？那谁做简报呢？对不对？那赖清德自己做简报吗？看起来不太可能啊。那赖清德如果不简报，谁做简报？那赖清德是全程参与，还是只是呢这个安排一个活动而已呢？开始都没讲清楚。那这是国民党的黄健庭自己打电话给潘孟安去问说赖清德说他都会全程在说国安几个单位呢会做简报，大家才比较清楚到底整个的流程是怎么样子。那其实一开始呢，黄国昌就提出挑战，就意思就是讲这不对那个不对，时间啊等了一大堆。那但是呢，国民党当时因为黄健庭跟潘孟安通了电话，国民党就说呢，我们以正面的态度来看待，因为国民党他也态度为难，因为国民党现在正面临大罢免，如果民进党说我要搞一个这个国安简报，你国民党说我不参加，一定要被戴帽子，就说你看你们之间的国家安全都不顾了，都不来了，所以国民党也是进退两难，去也会被骂，就像联合国今天社论，联合报今天社论。就给在野党几点提醒，最后一句话，朱立伦就要想清楚，你要怎么进去，你要怎么出来。联合报的社论最后一句就是这个就换句说，朱立伦去跟不去，其实都有点尴尬尤其民进党很会宣传，你不去，对不去你们搞了半天，你看看你们就是什么跟中国搞一起，你看国家安全都不顾等等，就变成这样。所以呢，对国民党来讲我看他原来是倾向去的了反正就去吧。但是呢，民众党不一样了。对，民众党第一个现在没有立委要被罢，第二个民众党是个小党对不对？他在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了。然后呢，而且民进党会想，我处处在立法院都表决才能跟国民党搞一起，那人家民进党常常笑他，对不对啊？你这个民进党都跟着国民党走等等一大堆，小党很怕这样所以呢，民众党这个时候刚好凸显自己的主体性，我不去了。他不去了，他这一不去。昨天我就在本节目还是在我的广播有讲，我说理论上国民党的秘书长应该跟民主党秘书长先沟通一下，大家到底你去还是不去你不去有什么道理大家讨论一下。听说没有，也没沟通，国民党自己表示想去了，然后现在民主党不去了，国民党就很急了，所以赶快今天下午就这个想一想，
召开记者会，说哎呀这个事情他不敢讲国安报告不重要，他说是没有那么紧急了，慢慢从长计议了，所以国民党也不去了。哦，大概整个情况就是这样。来，世轩，你民主党到底怎么想？在我们的考量范围，这我也必须讲一下，其实不太是像赵大哥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为了要凸显我们的主体性去做这件事情。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我们是回想到当初在520赖清德满周年就职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要跟在野党坦诚相见，真诚的交换意见，共商国事。那我们当然是支持嘛，所以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民众党是非常期待的，因为这个也呼应到过去在大选的时候，柯主席提出来的团结这个国家政党和解这件事情。可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不是如此，就是说，当总统府今天联系了以后，变成了重要的国安情势简报。哦，这个跟在野党去做沟通、去做讨论、共商国事、真诚坦诚相见，这是完全两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在总统府抛出这个议题以后，包含到秘书长，我们的秘书长、党秘书长跟总统府秘书长有了接触以后，有很多不实的言论资讯出来，开始有人讲说，啊，这个黄国昌要求连国安这种机密的简报啊，他都要全程直播。然后开始网络上就很多的侧翼攻击啦，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为了达到某些特别势力的目的，所以连这样国安机密的东西他都要直播。在昨天其实下午直播给共匪看啊，对，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的论述嘛。那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主席跟秘书长也开了一次记者会，明确的讲说没有这件事情，我没说过，不要再这样传了。结果昨天下午到今天还是一样，不断的这些言论一直在发生。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会去质疑几件事嘛。你今天要做这样子的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不是符合当初你在520讲的坦诚相见有诚意的共商国事？就是很显然的不是这样子。第二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政治动作，有些资讯我们都还不了解，可是可以透过特定的媒体就已经放出去，甚至包含到原本第一阶段的时间是要公开的。好，就是赖总统讲话的那段时间，后来又改成了闭门，不知道任何的原因改成闭门。改成闭门的这件事情是由总统府的发言人先公布给了媒体，然后潘孟安秘书长再补一通电话给周宇修秘书长，讲说，这个补这通电话给你是告诉你说，我们第一阶段也不改成公开了，可是外界都已经知道了，你们是先告诉了这些媒体，先去做了媒体上面的渲染。然后再告诉我们是被受邀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政治算计。那这个已经违背了当初我们说希望是政党可以和解，还好好坐下来共商国事的这个初心哦。第二个，他们讲到这个签这个保密协议等等，其实我们的国家机密保护法本来就有规范相关的这个规定。再来，你到底像赵老刚刚讲的，谁要去做这个简报？吴钊燮嘛。现在大家最大诟病的就是吴钊燮，你的身边出现共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从外交部长一路到现在国安会秘书长，其实他应该才是有问题的吧？怎么会把这个球丢在野党身上？那其实对于在野党来讲，我认为大家会去思考的是，就像刚刚讲到了，你怎么进去，怎么出来？你进了去了，你听了我们所谓的国家机密的简报，这个内容我们完全不得而知哦，他们也不能讲哦。未来有没有可能有参与会议的人出来？你在未来这个尤其大罢免这样子高张力的政治对抗当中讲了什么，他就说，来，你违反了当初我们给你的简报内容，这是很有可能的。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民众党还是很期待有一个平台是可以跟这个执政党去坐下来理性的去沟通共商国事。现在国内面临到不管这么多议题，关税也好，能源也好，经济也好，我们都很希望可以跟执政党好好沟通，但是并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还是希望赖总统可以拿出具体的行为去拟平这样子的裂缝，这样子分裂的社会，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是民进党一手造成的，从大罢免开始一路到今天。好吧，因为原来的规划呢是要全程闭门了，开始这个赖清德先讲话，然后呢各个单位报告，然后呢他们这个跟这个赖清德跟在野党主席讨论最后结论但是要全程闭门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民众党虽然说不去嘛，所以呢吴峥就说了，希望民众党以国安为重，那民众党就是不以国家安全为重就不来，所以呢不要找借口不去听国安简报那这个黄国昌说他明天不去，但是没有跟朱立伦谈过，他自己决定的所以呢，那国民党会不会出席呢？他说只有尊重他，国民党是一个政党，我民众党也是政党，国民党要不要出席
我们尊重国民党的主体性，尊重国民党啊。那另外呢，国民党看到民进党不去，下午开个紧急记者会，说明天也不出席国安简报我们跟民众党这个站在一起一样走那到底呢这个该不该出席？然后呢，接着总统会怎么反应？舆论会怎么反应？那下次到底还办不办？休息再回来。好，那今天明天上午呢，本来要召开这个在野党给在野党的这个国安简报了哈。那后来呢，这个现在看起来不去了，民众党不去，国民党也不去了，到底怎么这样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对于这一次赖清德总统用这么草率、冲突、充满了算计、放话、抹黑的安排，我们非常的遗憾。因此，我本人不克出席此次的会议。府方应该是很坚持，就是还是全程是闭门的这个会议。那所以我也在刚才主席这个会见外宾之后跟主席报告之后，我已经回复总统府，就是明天我们就不会参加，但是我们会希望继续协商。刘永平，其实这个国安简报全部机密闭门会议，这当然是一个鸿门宴的设计嘛，比鸿门宴还要鸿门宴，大家都看不懂吗？第一个现在的赖清德他上任以来，他把跟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关系搞到不死不休这种局面，那他可能真的把机密告诉你吗？那他如果真的把机密告诉你，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他党主席出来以机密为由，在那里跟你炒作题目、加油添火，在那边为大罢免助威而已嘛？那当然，主持人刚才也讲了，其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第一时间他很困难说他不要去，因为第一个他一直希望说朝野现在这么尖锐对立不好，他们一直希望国民党一直提出说可不可以来开一个国事会议。其实国事会议如果朝和解的路，这个是好的，就是你很多的题目都谈一谈。现在国内情势这么糟，这有没有国安危机？当然有国安危机嘛，对不对？你预算什么事情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已经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不断在打预算战。最新的是什么？是中央政府又下令地方政府说，那个赖清德当时选举承诺的租金补贴政策，全部又要叫地方负担30%，现在地方政府又通通都跳脚。台北市40%，对，台北市40%，有一大堆搞成这样的局面的时候，大家觉得乱糟糟，乱糟糟，你见面结果你不是。也不能公开，也不让大家知道，然后闭门进去，那不是把大家关小黑屋，然后出来再把你痛打一顿吗？所以今天我必须说了黄国昌主席呢，可能朱立伦欠他一个谢谢啦。因为从朱立伦的角度呢，他真的面临大罢免的压力，他不去，第一时间不去那个无争那种说法，说你不重视国家安全呢，那国民党这些立委就倒霉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呢，他说要去呢那联合报那种警告就又来了，所有人都去跟那个朱立伦说，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啊，你进去鸿门宴啊，你出不来啊，你怎么进去，你怎么出得来啊？所以他也在那边烦恼不休。好，今天黄国昌先说我没有跟朱立伦商量，我们不去了讲了1、2、3、4点理由，讲的气噗噗。那现在国民党当然就可以由黄健庭出来说总统府秘书长是很有诚意啦，可是他说的那个程序我们不大能接受啦，尤其是怎么反反复复的呢？怎么刚开始说可以公开一下，然后一下又说通通都不行呢？那我们继续程序协商好了。我认为所有这个问题对赖清德来讲，你既然要这样搞大罢免，你既然司法办蓝不办绿那很简单，你就通通这个时候不用谈，等你展现出来一些和解诚意之后，大家再说。梁亮君。我觉得当然，现在这个赖清德总统抛出这个国安简报，那找这个在野大家一起来谈我想大家如果
如果在先前聚焦说到底要不要直播，或者是到底是闭门，还是哪一个部分要公开，哪一个部分要直播不直播，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多余的。第一个，在国安的部分，到底有没有涉及到相关的机密？我想府方他们要做的简报，如果既然是闭门会议的话，我觉得他想必有他的理由。第二个是大家讲说，这个蓝营就讲说，那如果是闭门会议，听起来很像鸿门宴。可是如果是闭门会议的话，同样的大家进去出来，也很可能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也可能同样的，因为没有直播嘛，所以如果说大家全部都不知道在里面讲什么，国民党跟民众党也可以出来抨击民进党。这其实，所以其实怎么抨击？意思是说，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是造谣的，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假消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都没有直播的状况底下，没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因为你们讲说啊，如果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出来，然后民进党讲了一波然后根本跟这个会议里面这个似是而非，或者是根本国民党跟民众党没讲过的消息，然后来去抹黑蓝白。那蓝白，所以他们就说那不去。那可是问题是蓝白也一样啊，对民进党而言也一样嘛。所以你说在这个闭门会议里面，我认为赖总统啦，他在抛出一个善意啦，就是说这是一个闭门会议。好，那大家在这个会议里面，大家要谈针对国安的部分。第一个是要来去做，为什么要做简报？我想。刚刚前面我们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谈中东危机，然后包含中国在武力上面的这些硬体跟软体的这些实力的提升。我想在台海的这个国家安全上面，我想有很多其实也是必须在野党要所了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样子的简报议题，然后共在野党大家一起讨论跟理解现在台湾所面对的状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善意啦。那当然，如果国民党跟民众党要用其他方式来理解，我们也只能尊重了。就这样讲好了哈，就说赖清德抛出橄榄枝，说礼拜三请在党你就来，你不能说他是恶意了。我也解释他是要表达他一个善意了。可是问题就在这边，就是说在野党现在很怕你啊，你对国民党发起大罢免啊，然后你这边礼拜四说呢要请在野党主席来，然后接着你就找找这个曹新成、沈伯洋去听那个罢免的简报，就在场就是，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是一手递橄榄枝，一手捅刀吗？所以在场就有点担心呢那另外呢，就是说为什么国民党开始之后表达说好吧很正面，后来又不去呢？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我在想说为什么？第一种就是呢，国民党的确开始觉得不是我想去，但是呢，这个民众党有不同的看法嘛，所以第一种就是国民党想去，民众党不去，所以国民党说那我也不去了。第二种呢，就是国民党呢说表达想去，就看你民进党知道你民进党不会去，所以你不去我赶快，你看我跟他一样，他现在不去我也不去了，到底是哪一种？不知道那国民党的讲法是说，朱立伦讲法说，我不要去听这个简报，不是听训话，要去讨论了，不是训话。我的国事会也不是听你来训话，国安多重要多重要，你们在都要小心啊，没有事不要跑大陆去啊，最好统统不要去啊。然后呢，你们这个呢，这个一定要跟老公要仇匪恨匪抗中啊，这个等。那我去听你训话干嘛？这是一个。第二个，黄健庭讲的主要的原因是说，那国民党希望9点到9点半之间，这个时间是总统跟在野党主席会谈，所以呢，在野党要表达基本立场，所以希望这个时段是公开的，免得被他觉得我们去没被你摸头了所以呢，希望至少没管你下面要谈什么国家安全，你闭门没关系，但至少在9点到9点半之间这个阶段大家交流啊，这个互相交换意见，这个把它公开嘛。但是呢，总统府不同意。不接受国民党的建议所以呢，他们秘书长跟朱主席报告以后，明天不会参加。这是国民党政治的讲法是这样子。来，佩君。其实这个总统府这个局让我想到《倚天屠龙记》的其中一个桥段了，就是当时这个武当派掌门张三丰的贺岁宴上，大家跑上去假装贺寿，其实大家都是要去问谢逊跟屠龙刀的下落。然后呢，这个张无忌的父母被逼到最后只好这个自杀嘛，因为他不想对不起谢逊。但是呢，自杀之前，这个殷素素把那个少林寺空文大师说：“你过来，大师，有一句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然后但是靠过去之后就说：“那谢逊的下落其实。”
其实什么都没说，但是尔后的那些年，整个江湖都以为少林寺掌握了这个惊天秘密。这个抹黑恐怖之处就是大家以为他有给，但是其实他什么都没说。这就恰恰是这一局啊！大家以为进去了总统府，要你签了这个保密的切结书，但是最后如果他什么都没有讲，你对外你不但不能讲他没讲，你也不能讲他有讲。总之，民进党立于一个不败之地，这就是这个局的巧妙之处。所以坦白说，今天国民党定调不去，我真的松了一口气，因为从这个消息出来的第一天，我就觉得没有去的必要。你跟土匪讲什么道理呢？今天总统府一直在铺天盖地洗地，说他们递出来是橄榄枝布，那根本就是一根咬人猫。如果总统府真的把这个朝野对立视为一个严重的国安议题，他就不应该前一天跟曹清诚见面，隔一天来跟大家说要跟在野党的领袖来进行这样的会谈，你这就是假的两面手法嘛。再来是，如果你真的把国安议题当做一回事，先把你们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找出来好不好？全民协询，先请他到立法院去，把该做的备询报告做完，宪政体制下有的规范先做出来，我们再来谈这些。否则在现在朝野大罢免、大对立的情况之下，毫无信任基础，你要我们怎么样相信走进去总统府不会落得当年这个空文大师的下场呢？伟汉，这个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这个朱立伦他的英文名字叫 Eric， 可他今天可能稍微改名变 Alexander 哈，亚历山大。压力很大，黄国昌说不去之后，你看王建廷秘书长本来的想法是什么？你把早上9点半的公布，对不对？我们就可以，不然的话我们可以改期。最后结论，观众朋友，我们刚刚因为录影间他在开记者会啊，我们只是看到，我们没有全程看，但看到讯息哈，就是黄建廷秘书长还是那个讲法，就是说，如果以后还有朝野对话的话，我们就再看看。观众朋友，这个就是双方的设定完全不同。刚刚永平姐讲到重点，国民党要的是国事会议。大家来解决国家的问题，哈！民众党刚刚徐副院长也讲说，我们是要谈解决台湾问题，你只想要讲中国，对不起，下次再约。但是赖清德总统要什么？他从头到尾就只有要讲对中国大陆的那个国安简报而已。所以国安简报当然全程不能公开，因为里面都是机密啊。赖元之，我觉得回到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啦？我记得他520就职演说，就是周年演说的时候，他的讲法是说他希望能够团结啦。所以开了这个会，邀请朝野大家一起来讨论事情嘛。那你应该营造一个全面团结态度嘛。那怎么可能是说，我要团结找两党的主席来谈一谈，然后结果背后呢，我还是要罢免你，我要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全部消灭，能消灭都消灭，然后部分区他罢不掉，所以没有办法处理。那是这样吗？他是要营造一个一党独大，可